在前沿地带找到使命感。拥有使命是件棘手的事。给我写信时，萨拉已经进退两难。他刚辞去报社编辑的工作，去读了认知科学方向的研究生。萨拉大学毕业时就考虑过继续深造，但那个时候他担心自己没有合适的专业知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大。他注册了一门人工智能的课程并拿了高分，这样一门课会把年轻时的我给吓坏的。从那以后，他决定放手一搏，立志成为一名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于是，麻烦开始了。在新的学习生涯开始后不久，他感到了气馁，因为他的事业没有一个统领性的使命。我觉得自己有太多的兴趣，他对我说，我无法决定到底是做理论研究还是更加实用的工作，也不知道哪种工作更有意义。更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其他的研究者都是天才。站在我的角度，你会怎么做？萨拉的情况让我想起了简，让我回想一下，简辍了学，为的是创立一家非营利组织，来将我对健康、人类潜能以及充实生活的设想发扬光大。不幸的是，这项使命在财务上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因为简未能筹到资金来支持自己这一模糊不清的设想。在我见到简时，他正在咨询如何才能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而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因为他没有学位。萨拉和简都意识到了使命的力量，但是他们将其运用到各自的职业上却遇到了重重困难。萨拉急切地想找到一个萨贝蒂斯式的研究重心来改变人生，但是他无法立即就找到这样一个重心，这让他对读研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简草草拼凑出一个模糊不清的使命，一家可以将我对健康的设想发扬光大的非营利组织，然后希望自己一行动起来，剩下的问题就会自动解决。结果，简的遭遇不比萨拉好到哪里去。事实上，那些具体问题不会自动被解决，这些让简落得身无分文，并且没有大学学位。职场竞争力，我讲这些是因为他们都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拥有使命是件棘手的事情。萨拉和简教训告诉我们，即使真的想围绕一项使命来安排自己的工作，也不意味着你就能轻易办到。在访问了哈佛大学之后，我意识到，想要将这种特质运用到自己的职业中，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其棘手性。也就是说，我需要搞清楚萨贝蒂斯所做的与萨拉和简所做的有何不同。结果，我在研究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时，意想不到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使命创新的相邻可比。在写本章时，我正在加州圣何塞出席一场计算机科学会议。今天早些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参加了一场活动，其中有4位分别来自4所不同大学的教授，向观众报告了他们最新研究成果。令人惊讶的是，这4份报告针对的都是同一个范围狭窄的问题：网络中的信息传递，并且用的是同一种技术——随机线性网格编码。这就像是某天早晨，这个研究圈子的人醒来后，在同一时间集体决定研究同一深奥的问题。这是一个共同发现的例子，它让我感到意外，但却不会让科学家史蒂文·约翰逊意外。他在2010年出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叫《伟大创意的诞生》。在书中，约翰逊解释说，这样的多次发现在科学史上经常出现。以1611年太阳黑子的发现为例，来自4个不同国家的4位科学家在同一年里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再比如第一块电池，它在18世纪中叶被发明了2次，又如氢氧气
分别在1772年和1774年被2位科学家独立地分离出来。在约翰逊引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差不多有150项不同的重大科学突破是由多人在几乎同一时间取得的。这些同时发现的例子虽然挺有意思，但似乎与我们对职业使命的研究关系不大。不过，请大家跟上我的思路，因为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仅仅是个开始，后面还有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帮助我破解出萨贝蒂所做的与萨拉和简所做的有何不同。约翰逊解释说，伟大的创意几乎总是出现在相邻可能之中。这一术语是从复杂系统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处借来的。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化学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形成。考夫曼注意到，一杯含有各种化学成分的溶液搅拌混合后会形成新的化学物质，但并不是每一种新的物质都有同样形成的可能性。我们所发现的新物质可能通过对溶液中已有的化学结构进行合成得到，也就是说，新化学物质处于当前化学结构所限定的相邻可能区间。约翰逊在借用这条术语时，将其中的复杂化学物质置换为文化和科学上的创新。我们将已有的或是偶然得到的想法拿过来，然后东拼西凑成某种新的样子。他这样解释道，在任何领域里，下一个伟大创意就出现在当前发展前沿之外的相邻区间，而这个区间包含了对现有想法的各种可能新组合。这样说来，那些重大发现之所以经常多次出现，是因为只有处于相邻可能区间的创意才是有现实的可能性，而只要它们位于相邻可能区间内，那么任何审视这一区间的人，即处于前沿的那些人，就会看到同样的创新点，从而得到同样的发现。我们以空气的成分之一氧气分离为例，这是约翰逊书中有关多次发现的案例之一。只有下面这2种事情发生，氧气的分离才成为可能。首先，科学家们开始将空气视为由各种元素组成的某种物质，而不是真空。其次，分离需要做实验，而研究者需要实验的关键工具即高灵敏称具。只要达到这2个前提，氧气的分离便成为新境界定的相邻可能里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并且对任何碰巧朝着这个方向看的人来说都是可见的。当时，卡尔·威廉·舍勒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2位科学家正朝着这个方向看过来，因而他们独立但又几乎同时地做了相关的实验，制成了氧气。相邻可能还解释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在那个例子中，4名研究者在我出席的一个会议上，用了同一种复杂技术处理了同一个难懂的问题。所用的具体技术——随机线性编码，在近2年才引起身为计算机专家的我的同事们的注意，因为那时才有研究相关课题的科学家用它成功地解释了一些难题。那4位科学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它的潜在价值，并且最后在会上发布了关于此项技术的论文结果。用约翰逊的话来说，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这项技术重新界定了该领域的前沿，从而重新界定了其相邻的可能。因此，在重新组合的区间中，信息传递问题就像是几个世纪前氧气的发现，突然间成为一个等待解决的显而易见的目标。职场竞争力，
我们习惯认为创新应该是某种横空出世、震撼人心的事物，而创新者就应该立即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拥有远远超出人们当前水平的认知能力。我的观点是，创新其实更具系统性。科学家们一点一点将科技前沿向外扩展，在相邻可能中发现新的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将前沿再往外扩展一些，产生更多的新问题，这样周而复始。事实上，约翰逊解释说，技术进步很少出现相邻可能的范围。前面提到如何理解相邻可能及其对创新的作用，这是我对如何找到好的职业使命这一问题论述链条的第一环。在下一节中，我们串起第二环，由科学突破领域引向工作领域。使命达成需要资本。我们知道，要想有科学上的突破，你首先要达到自己所在领域的前沿，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其延伸出来的创意无穷的相邻可能区间。我在思考萨贝蒂的同时，也在思考约翰逊的创新理论，于是我的思考产生了一次跨越。与科学突破类似，好的职业使命也是一种创新，而这种创新存在于你所在的工作领域相邻可能之中。因此，想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找到某种使命，你必须先达到前沿，而且只有在那儿才能发现这些使命。这个观点可以解释萨拉的困境，他试图达到前沿之前找到一种使命。他才读了2年研究生就开始为工作缺少重心而忧心忡忡。作为一个研究生新生，他离前沿太远了，根本没有任何审视相邻可能的机会。如果看不到相邻可能，他就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一个吸引人的新方向。根据约翰逊的理论，如果萨拉首先在某一前景不错的细分领域成为专家，可能会花上几年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将注意力转到寻找一项使命上去，他的状况可能就会好一些。同样，由于与相邻可能还存在距离，简也犯了错。他想创立一个革命性的非营利组织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个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需要一个明确而且有效的理念。简没有这样的理念。想要找到这样一种理念，他需要仔细审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所在领域的相邻可能，而这又需要他在改善人们生活的领域中首先达到最前沿。与萨拉遭遇的环境一样，后一过程需要耐心，甚至是数年的努力。简在达到前沿之前就想找到一项使命，因而注定拿不出任何吸引人的想法。职场竞争力，其实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改变人生的使命只需要空想和一个乐观的态度就可得到，那么改变世界会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它并不稀松平常，相反，它很稀缺。现在我们理解了这种稀缺性的存在，正是因为你必须首先达到前沿，才能有所突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艰难程度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中试图逃避的。反应快的读者可能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达到前沿听起来很像前面规则2里介绍过的职场资本。让我们回想一下，我用职场资本这一术语来指代那些稀缺而宝贵的技能，而且认为它是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主要筹码。大多数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是通过先积累职场资本，然后将其兑现成为大师的特质，而达到他们的现在所处的位置，达到某一领域的前沿。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你是在积累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从而积累自己的职场资本。同样，达到前沿后，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使命，就可以视为
对自己职场资本进行投资，从而在职业上获得某种值得拥有的特质。换句话说，使命是职场资本理论在实际中运用的另一个实例。想要拥有使命，你需要首先获得资本。假如逃过了这一步，那么你的结局可能会和萨拉和简一样，满腔热情却无用武之地。果然，当我们把视线转回萨贝蒂身上时，我们发现他寻找使命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职场资本理论的实际运用。耐下心来，按正确的顺序做事。我觉得一个人需要激情才能快乐。萨贝蒂这么对我说，乍一听他好像支持激情假设，而我在规则一中已经对此进行过反驳。但是他接着说，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份激情是什么。问起来，他们会说自己热衷什么什么，但是他们可能想错了。换句话说，他相信拥有激情对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但他还相信想要事先搞清楚什么样的工作会带来激情，这样做是徒劳的。想知道萨贝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听一听他的经历就会明白了。高中时我对数学很入迷，他对我说后来他很喜欢一位生物学老师，这让他认为生物学也许是为他准备的。当考上麻省理工学院时，他必须在数学和生物之间做出选择。我发现麻省理工的生物系对数学无比重视，他解释说，于是我选了生物作为主修。主修生物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规划，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自我认为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我想从医。萨贝蒂在麻省理工学院表现优异，从而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并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他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人类学，这是典型的牛津式的陈腐教法。简单来说，就是遗传学。正是在牛津大学，萨贝蒂开始坚信非洲和传染病，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算起来，这是在学生生涯中吸引他第3个领域。至此，全部的项目包括数学、医学以及传染病。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事先找到属于你的某个真正天职这种策略持谨慎态度。在他的经历中，有很多不同事物在不同时期看起来都很有吸引力。出于自己刚对非洲产生的兴趣，萨贝蒂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利用基因分析来帮助非裔美国人追踪他们的族谱，找到他们在非洲的发源地。大约1年之后，萨贝蒂决定换个实验室，于是他转入朋友推荐的另一家实验室，而这家实验室研究的是疟疾基因。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萨贝蒂回到哈佛医学院，想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自己要拥有遗传学博士学位，但他根本没有想过放弃早先注定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结果他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而且还要在课余时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你要是想写生活的高品质和有趣的一面，那就别问我在哈佛的日子。他提醒说，哈佛的日子挺难熬的。在完成博士论文，成了一名遗传学博士后，萨贝蒂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且还要兼顾自己的医学博士项目。因此，他乘坐地铁往返于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间，在2所学校共同拥有的布德罗研究所与著名的遗传学家埃里克·兰德一起开展研究。正是在这期间，他的想法开始有了成果，并于2002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它的标题听起来不怎么吸引人，从单倍结构检测人类基因组的近期方向选择。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结果，这篇论文自从发表以来被引用超过了720次。那篇论文发表后，人们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萨贝蒂说，
从那以后，很多学校发来了聘书。虽然在此期间他读完了医学博士，但直到此时，他的使命才最终确定。做临床医师没什么意义，他要致力于研究用计算遗传学来抗击古老疾病。最后，萨贝蒂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聘书，从而做好了在事业上投身于某个单一目标的准备。萨贝蒂的经历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在他的专业训练过程中，成就现在这份事业的使命是如此之晚。这种晚最佳体现便是他要上医学院的决定。尽管当时他读博士研究已经得到了关注，假如萨贝蒂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命运深信不疑的人，他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直到后来，也就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前后，萨贝蒂才找到了这份确信，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计算遗传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的实用性和新颖性显而易见。用我的话来说，从本科的生物学课程到博士研究，再到布罗德研究所的博士后工作，这么长的训练期正是他积累职场资本的过程。接受哈佛大学的教授工作，就是他终于准备将这种资本进行变现，从而获得一份让他至今受用的使命驱动型事业。规则4要强调的是往小处想，往大处做。只有理解了职场资本以及它在使命上起的作用，才能理解得通这句话。达到某一领域的前沿水平，正是往小处想的举动。这需要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注于很少的几个课题。然而，一旦达到了前沿，并且在相邻可能中找到了一项使命，那么你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它，即往大处去做。职场竞争力。萨贝蒂通过耐心地专注于一个细分领域多年，而实现了往小处想。然而，一旦获得了足够的资本，并找到一项使命，他便往大处做。相比之下，萨拉和简将这个顺序颠倒了。他们先是往大处去想找到一个改变世界的使命，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他们只能空有一个宏伟的想法而做一些徒劳琐碎的事情。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想要明确使命，就应该抑制自己在工作上好大喜功的本能，转而耐下心来。萨贝蒂的那种耐心，按照正确的顺序做事。